夜深了，朋友们，请闭上眼，跟我一起把时钟拨回公元311年，那个被血泪浸泡的年份，永嘉5年。但在开始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城市被烧毁，你的家被占领，你只能带一样东西逃命，你会带什么？别急着回答，让我们先看看1000多年前的那群人是怎么选的。如果你喜欢这种撕裂历史表层、直击文明内核的故事，请先点个赞，按下订阅。你的每一次点击都是我们在历史长夜里唯一的光。现在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的城市叫洛阳，但这里没有治国营车的风流，没有丝竹管弦的雅韵，只有大火吞噬梁柱的噼啪声，只有凄厉的哭喊和漫天的黑烟。镜头穿过浓烟，锁定在洛阳城南门外，一条泥泞的古道上有一辆摇摇欲坠的牛车，它走得很慢，老牛的喘息声在逃难的人潮里格外沉重。你大概会想，这车里装的是金银细软吧，或者是乱世里救命的粮食。但你凑近看，透过被烟熏黑的帷幔，你会发现车厢里空荡荡的，没有一锭金子，没有一袋粮食，堆满的是一卷卷受潮发霉的竹简，是几箱写满经史子集的纸卷，缝隙里挤着几个面色苍白、瑟瑟发抖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宽袍大袖沾满泥点和血污，在刀光剑影中显得如此滑稽，又如此不合时宜。你敢信吗？身后是呼啸而来的匈奴铁蹄，是杀人不眨眼的蛮族弯刀，是整个北中国陷落的轰鸣声。而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世家子弟，却扔掉了保命的钱财，死死护着这几车毫无用处的废纸，朝着未知的南方，朝着烟雨迷蒙的长江艰难跋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衣冠南渡。它不是一个浪漫的逃难故事，它是一场文明的诺亚方舟式大撤退。在现代社会学的视角下，在此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心死死定在黄河流域，中原就是天下，离开中原就是蛮荒。但从这一刻起，历史的罗盘被猛烈波动了。你看到的这群人，他们身体孱弱，平日里服用50散维持精神，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恰恰是这群最软弱的文人，在华夏文明至暗的时刻，用他们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文明的火种。他们要跨越天堑，去往那片潮湿、陌生、充满瘴气的江南。他们把衣冠这个象征礼教秩序和汉文化尊严的符号，从血泊中捡起来，带到长江对岸去清洗、缝补、延续。这场大迁徙让中国历史从单一的北方叙事变成了南北双河的2元结构，决定了此后1000多年，甚至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化版图。洛阳的大火终将熄灭，但那辆牛车轮轴转动的声音将响彻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今晚，就让我们跟随这辆牛车，走进那段最黑暗也最顽强的岁月。要读懂那辆牛车为何仓皇南下，我们必须先把指针拨回20多年前，看一看那个看似繁花似锦，实则烂到根子的西晋王朝。那不仅是一场军事崩溃，更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精神上的癌变。而癌细胞的第一次分裂，始于洛水河畔那句被风吹散的谎言。让我们把目光从泥泞的古道上移开，回到20多年前的洛阳。那时的洛阳还处在一个最病态的盛世太康时代。如果你是个普通人，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天堂。三国战乱结束，天下重归一统，史书记载天下无穷人，仓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推到顶层精英身上，你会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镜头聚焦在洛阳最豪华的一座府邸里，一场宴会正在进行，但没有歌舞，没有喧闹，只有一群穿着宽袍大袖、面色异常潮红的男人，歪歪斜斜靠在软榻上。
他们不是在喝酒，他们在轻谈天地不过万物之一瞬，圣人亦不过是自然之佑。一个年轻的士族领袖眼神迷离，吐出这些玄之又玄的词句。他的身边，另一个更年轻的贵族发出一阵神经质的轻笑。这就是西晋上层最流行的玄学清谈。现代社会学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集体沉迷于极度抽象、脱离现实的哲学辩论时，只有一个原因：现实已经烂透了，烂到他们不愿再多看一眼。他们的祖父辈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用最肮脏的手段夺取了天下。这种得位不正的原罪感，像一个幽灵笼罩在所有晋朝士大夫的心头。他们无法像汉代儒生那样理直气壮地谈论忠孝仁义，因为那些词汇早已在洛水河畔破产。于是他们只能逃进老庄的虚无里，逃进关于有与无的文字游戏里，用哲学上的深刻掩盖政治上的懦弱。但仅仅精神上的逃避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肉体上的麻醉。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看那些清谈者的皮肤，你会发现他们的皮肤异常白皙，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透明感，眼神迷离却带着亢奋的光。这不是健康，这是长期服用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物所致。五石散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5种矿物组成的毒性兴奋剂，服用后全身发热，精神亢奋，产生飘飘欲仙的幻觉。现代医学看，这就是早期的摇头丸或冰毒，但当时的名士们却把它当成最高级的时尚。他们甚至总结了一套完整的嗑药指南：服药后必须醒散，穿着宽大的旧衣服四处暴走，必须喝热酒、吃冷食，皮肤会变得极度敏感，不能穿新衣服，否则会被磨破。你没听错，那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宽袍大袖，特立独行，当街裸奔，其本质很可能只是一群瘾君子集体嗑药后的毒驾行为。这是一个集体逃避现实的垮掉的一代，他们用清谈麻痹思想，用药物麻痹神经。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既不谈论如何治理国家，也不关心民间疾苦，而是聚在一起比谁的清谈更玄，谁的药嗑得更纯实，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死了，它只是一具还在行走的画着精致妆容的僵尸。僵尸是闻不到血腥味的。就在洛阳城里的名士们还在为嵇康该不该死而争论不休时，帝国的边疆，那些被他们鄙夷地称为五胡的草原民族，正在悄悄地磨亮他们的弯刀。这里我们必须解构一个极其荒诞的历史事实：永嘉之乱的爆发，不是因为胡人太强，而是因为司马家的统治者亲手把狼请进了自己的羊圈。还记得八王之乱吗？在那场持续16年的司马家族血腥内斗中，那些王爷们为了打败自己的亲兄弟，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发现自己手下的汉人士兵常年养尊处优，战斗力极差，怎么办？他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雇佣兵。他们把目光投向长城内外那些骁勇善战的匈奴，鲜卑、羯、羌部落，镜头对准北方。一个名叫刘渊的匈奴贵族被成都王司马颖请来当外援。刘渊是谁？一个极度聪明的野心家，他自称是汉朝皇帝刘邦的后代。为了拉拢汉人，他熟读《孙子兵法》和《史记》，早就看透了西晋的虚弱。司马颖把兵权和粮草交给他，让他去攻打自己的另一个兄弟。刘渊表面上恭恭敬敬拿到资源后，立刻回到自己的部落，自立为汉王。司马家的王爷亲手为自己的掘墓人递上了第一把铁锹。另一个镜头给到河北，一个名叫石勒的羯族奴隶，因为作战勇猛，被并州刺史司马腾看中，收编进军队。石勒在一次次替司马家卖命的战斗中迅速崛起，拉起了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铁骑。他们以为自己在玩弄刀剑，却不知道刀剑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刘渊、石勒、刘耀这些后来让整个北中国血流成河的魔王级人物，他们军事生涯的第一桶金，竟然都是由司马家的王爷们赞助的。
这是一幅何其讽刺的画面！洛阳城内，一群嗑药的文人在辩论言能否进义；洛阳城外，一群被他们当成工具的野蛮人正在用他们资助的武器和粮草，学习如何最有效率地砍下他们的头颅。西晋的灭亡不是亡于外敌，是亡于内耗，亡于那深入骨髓的自私、猜忌与愚蠢。公元311年，永嘉5年的夏天，刘渊的儿子刘聪率领匈奴大军，终于攻破了洛阳。史书上只用了几个冰冷的词来记载这场浩劫：纵兵大掠，死者3万余人，焚烧宫室。但我们要把镜头推进，你可以想象，当那些衣衫褴褛、眼中闪烁着饥饿与仇恨之光的胡人士兵，冲进那些平日里只闻得到熏香和酒气的府邸时，是怎样一种情景？那些刚刚还在轻谈自然与明教的名士们，第一次闻到了死亡的真实气味。他们的宽袍大袖在锋利的弯刀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那些曾经用50伞追求飘飘欲仙的贵族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身体发肤，尽为焦土。洛阳城最后一夜的大火烧穿了帝国100年的繁华梦。它烧掉的不仅仅是亭台楼阁，更是那个由司马家族开启的、建立在背叛与谎言之上的虚假盛世。大火的光芒映红了南方的天空，在那条通往长江的逃难古道上，那辆装满了竹简和纸卷的牛车，在火焰的背景下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如此清晰。车轮在转动，碾过泥泞，碾过尸体，碾过一个旧时代的灰烬。他要去往一个未知的烟雨蒙蒙的南方，去寻找一片能让那些被烧焦的文字重新发芽的土地。这就是衣冠南渡的起点，不是浪漫的迁徙，而是一场在废墟之上，为了文明不被彻底灭绝而进行的最悲壮的播种。让我们把目光从牛车上暂时移开，在跟随他渡过长江之前，我们必须回头直面那场导致他仓皇出逃的巨大灾难。我们必须走进那座正在燃烧的洛阳城，亲眼看一看什么叫神州陆沉。这4个字在史书上重如泰山。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不是又一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轮回，这是一次文明的硬着陆，是一把烧红的来自草原的弯刀，对一个高度成熟却又极度腐朽的农耕文明所进行的一次野蛮的血腥的外科手术。公元311年的夏天，洛阳的空气中不再有50伞和玄学的味道，只有2种味道：血和灰烬。镜头穿过早已被推倒的城墙，进入这座曾经的世界中心。你看到的不再是雕梁画栋，不再是车水马龙，你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匈奴的士兵像一群饥饿了几个世纪的狼，冲进了这座他们仰望了100年的金城之中。驱动他们的不仅仅是刘聪的命令，更是一种被压抑了数百年的对中原文明既羡慕又仇恨的复杂情感。他们砸开那些朱红色的大门，冲进那些丝绸和熏香构筑的温柔乡。那些平日里手持拂尘、口吐莲花的清谈名士们，第一次发现，他们那些关于有与无的玄妙理论，在冰冷的刀锋面前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一个名叫王衍的士族领袖，是当时清谈界的教父。被俘后，他试图用他那套玄学理论去说服羯族将军石勒不要杀他。他说：“我其实从来没想过当官，我只是身不由己。”石勒听完冷笑了一声，他说了一句足以让所有西晋名士羞愧致死的话：“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遇，事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翻译过来就是：你名满天下，身居高位，从年轻时就在朝廷里混到头发都白了，怎么能说自己不问世事？天下之所以烂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们这帮人的罪过。说完，石勒下令推倒一面墙，把王衍和他的同伴们活活压死。他甚至觉得用刀杀这种人都污了自己的刀刃。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
他宣告了清谈的破产，宣告了那种不沾锅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彻底破产。你逃避现实，但现实终将以最残酷的方式找到你。如果说王衍之死是士族阶层精神上的死亡，那么接下来的一幕则是整个华夏文明尊严的崩塌。镜头聚焦在匈奴汉国的都城平阳，在一场盛大的庆功宴会上，匈奴皇帝刘聪高居主座，他的周围是那些刚刚在洛阳城里抢得盆满钵满的匈奴贵族们，他们用抢来的金樽喝酒，用抢来的玉盘吃肉。而在大殿中央，负责为这些新主人斟酒的是一个穿着青色奴仆衣服、神情麻木的中年人，他就是西晋的皇帝晋怀帝司马炽。请你仔细端详这个画面，一个刚刚还在接受万国朝拜的天子，一个龙袍上还残留着洛阳宫殿熏香的神，此刻正像一个最低贱的奴隶一样，弯着腰，捧着酒壶，小心翼翼地穿梭在那些曾经向他下跪的蛮夷之间。刘聪似乎很享受这种猫捉老鼠般的羞辱，他举起酒杯，故意大声问道：“你司马家当年在洛阳做太子的时候，朕曾经去拜见过你，你还记得朕吗？”晋怀帝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臣怎敢忘记陛下，只恨当时未能早识陛下龙颜。”周围的匈奴贵族们爆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这笑声不仅仅是在嘲笑一个亡国之君，这笑声是在嘲笑那个曾经无比强大、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文明。在这之前，华夏文明也经历过失败，经历过屈辱。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差点丧命，但那只是军事上的失败。刘邦的天子身份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天子这个在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政治符号，被强行从神坛上拽了下来，踩在了泥里。当龙袍可以被换成奴仆衣，当神可以被当成斟酒的仆役时，支撑整个帝国运转的那套君权神授的底层逻辑就彻底崩塌了。这种精神上的破防比丢失100座城池还要可怕，它让当时所有的汉人士大夫都产生了一种天塌地陷般的心理崩溃。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是人，而周围的胡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是兽。但现在这群兽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闯进你的家，抢走你的财产，羞辱了你的君主，然后告诉你，现在我才是主人。这种文明优越感的瞬间崩塌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如果说皇帝的遭遇是上层阶级的屈辱，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永嘉之乱4个字则意味着更直接、更纯粹的地狱。让我们把镜头从平阳的宫殿再次拉回到中原的大地。曹操那句著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汉末乱世或许还有文学夸张，但在永嘉年间，这不再是诗句，而是触目皆是的写实记录。由于连年战乱和饥荒，曾经繁华的黄河流域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无人区。史书记载，人相食人吃人已经不再是新闻。更可怕的是那些趁乱而起的盗匪和失去军纪的溃兵，他们比胡人更加残忍。一支由汉人组成的流民武装，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竟然把掳掠来的女子当作军粮，称之为双脚羊，白天奸淫，晚上宰杀烹食。你没听错，在那个时代，人已经不再是人，人退化成了最原始的，只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动物。我们今天常常把五胡乱华简单理解为一场民族冲突，但实际上，在灾难的初期，汉人对汉人的残害，其程度丝毫不亚于胡人。这是一场彻底的、全面的秩序崩溃。在那个人命不如草芥的时代，人的尊严被剥离得干干净净。所以现在你再回头去看那辆向南行驶的牛车，或许就能更深地理解它所承载的重量。车上那些受潮的竹简，那些写满了仁义礼智信的纸卷，在一个人吃人的世界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如此虚伪。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如此珍贵。
因为那辆车上装载的不仅仅是书籍，它装载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人不应该像野兽一样活着的信念，一种即使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也依然相信秩序终将重建，文明终将复苏的顽固的、近乎愚蠢的信念。永嘉之乱是华夏文明史上最深的一道伤口，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它用最血腥的方式宣告了那个以洛阳为唯一中心的自大的封闭的旧古典时代的彻底结束。幸存下来的人们必须渡过长江，去往一个陌生的烟雨蒙蒙的南方，去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更多元、更开放也更具韧性的新文明。那辆牛车就是这座新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现在让我们跟上他的脚步，去看看长江对岸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怎样一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天地。当北方化为焦土，当长安和洛阳这两座支撑了华夏文明近1000年的伟大都城相继陷落时，人类历史上一次极其罕见的大迁徙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逃难，如果只是为了活命，人们大可以躲进深山，或者向新的征服者摇尾乞怜。不，这是一场文明的火种在寻找新的庇护所。镜头拉远俯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之间那片广阔而疮痍的土地上，你会看到无数条由人流组成的细长的灰色的线，正从北向南缓慢而又坚定地蠕动着。在这场100万级别的迁徙洪流中，我们要聚焦的是其中最特殊也最矫情的一支队伍，他们的名字叫衣冠。让我们把镜头重新对准那辆熟悉的装满了书籍的牛车。此刻他已经不再孤单，他的前后左右汇集了成百上千辆类似的牛车、马车，以及更多徒步跋涉的人群。这是一支极其奇怪的逃难队伍。你看他们的样貌，领头的大多是一些中年或老年的男子，面容清瘦，步履蹒跚，但眼神里却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从容。他们身后跟着妻子、儿女、家奴，以及同样面带惊恐的旁支族人。他们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高门氏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于氏、太原王氏。在北方，他们是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世代为官，垄断知识，家中的藏书比皇宫里还要丰富。他们是优雅的代名词，是风流的化身。他们的人生本该是在别墅里轻谈饮酒写诗指点江山，但此刻他们正以此生从未有过的狼狈跋涉在泥泞之中。镜头给一个特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从他衣服上残存的纹饰还能依稀辨认出他曾是一位位列3公的朝廷重臣。此刻他的双脚裹着破布，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冰冷的泥水里。他手中那根用来保持平衡的树枝，可能昨天还是一根象征着身份的鸠杖。他的孙子，一个只有10几岁的少年，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和疲劳，一跤摔倒在泥地里。但他爬起来后，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污泥，第一件事是冲到旁边的牛车上，紧张地检查一箱被颠簸得快散架的书籍是否完好。这是一个反复出现在南渡路上的极其典型的场景。他们丢弃了金银，因为太重；他们丢弃了华美的家具，因为太碍事；他们甚至在粮食耗尽时，忍痛杀掉了拉车的骏马。但有2样东西，他们宁死也不肯丢弃：祖宗的牌位和家传的典籍。牌位是家族的根，他告诉他们自己从哪里来；典籍是文明的魂，他告诉他们自己是谁。所以你才会看到这荒诞而又心酸的一幕：一群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连走路都要人扶的贵族，此刻却像最卑微的农妇一样挣扎在求生之路上。他们忍饥挨饿，却依然要在停下来休息时整理自己那早已破烂不堪的衣冠，保持着一种近乎可笑的仪态。他们会在找到一小片干净的水源时，不顾疲劳，先洗漱再饮水。在现代人看来，这是迂腐，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在那个秩序崩塌、
人与兽只有一线之隔的时代。这种对仪态的坚持，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无声的抵抗。它像是在对这个野蛮的世界宣告：即使我的身体和你们一样在泥泞中挣扎，但我的精神依然属于那个有着礼仪和尊严的文明世界。这是一种可笑的迂腐，也是一种可敬的坚持。他们跋涉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倒在了路上，变成了北方荒原上无数白骨中的一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被乱兵和盗匪掳走，下落不明。但幸存下来的人，最终看到了那条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巨大水龙长江。让我们把镜头架在江北的岸边，用一个广角来感受他们此刻的心情。他们的身后是已经彻底沦陷的、回不去的故乡。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狼烟和血腥的味道，而在他们的面前是浩渺无垠、水雾蒙蒙的长江，江面宽阔的望不到对岸，江水湍急，发出沉闷的咆哮。对于这些在黄河流域长大的北方人来说，这样一条巨川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近乎神迹般的天堑。它既是希望，也是绝望。过了这条江，就能暂时躲开胡人的铁蹄，进入一片相对安全的陌生土地。不过这条江身后就是地狱，所以当第一批南渡的士族在琅琊王氏的领袖王导的带领下站在长江岸边时，他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史书记载，当时所有北来的名士都被邀请到一个叫新亭的地方饮宴。酒过三巡，一位名叫周卓的将军环顾四周，看着这既陌生又壮丽的江南景色，突然扶着桌子失声痛哭。风景不输，正自有山河之意。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眼前的风景和洛阳郊外没什么不同，但脚下的这片山河却已经不是我们的故土了。他的哭声像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悲伤。在座的所有人，无论官职高低，无论男女老少，全都相对而泣，哭声震天。这是一种最深沉的失根之痛。他们是文明的幸存者，也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孤儿。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时，一个人站了起来，是王导。他脸色一沉，猛地推开桌子，厉声喝道：“当共戮立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弃耶？”这话掷地有声。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辅佐王室，收复失去的北方，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在这里相对哭泣呢？王导的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所有人。哭声渐渐平息了，人们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重新整理好自己的衣冠。他们的眼神里虽然依然充满了悲伤和迷茫，但也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名为责任的火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转折，它标志着衣冠南渡的性质从一场单纯的逃难正式转变为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重建。他们不再是难民，他们是东晋王朝的奠基者，是华夏文明在这片南方土地上的第一批播种人。他们开始登船，那些简陋的渡船吱吱呀呀地驶离了北岸。镜头慢慢拉高，你看着那些小小的船只，像一片片孤独的叶子，漂浮在浩瀚的江面上，向着那片烟雨迷蒙、前途未卜的南方缓缓驶去。船上载着一群狼狈的贵族和几车破旧的书籍，但你似乎能看到，在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影子。那是孔子的影子，是老子的影子，是秦皇汉武的影子，是整个华夏文明那不屈的历经劫难而始终不灭的魂魄。他们要去南方建立一个新的朝廷，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即将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他们将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南北对峙，却又在冲突与交融中共同塑造了未来中国的伟大时代。渡过长江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恰恰相反，当那些惊魂未定的北方士族第一次踏上南方的土地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从一个物理地狱跳进了另一个心理地狱。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当时的南方政治中心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如果你认为这里会用鲜花和美酒来欢迎这些来自中原的王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猜忌、排挤和冷眼。故事的主角是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王。姓马的叫司马睿，他是西晋皇室的一个旁支，血缘关系远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北方大乱时，他被派到建康来做安东将军，名义上是镇守一方，实际上是被流放。当北方彻底沦陷，西晋灭亡后，这位远房亲戚一夜之间成了硕果仅存的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龙种。于是，在王导等一众南渡士族的拥戴下，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但这个皇帝当得极其尴尬。让我们用一个现代商业的比喻来理解他的处境。司马睿就像是一个手里只有一个皇家商标使用权，但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团队的空壳公司创始人。他没有一兵一卒的嫡系部队，他在南方的声望几乎为零。南方的那些本土豪强，顾氏、陆氏、朱氏、张氏，他们世代盘踞江南，根深蒂固，根本不把这个北来的落魄的马老板放在眼里。史书记载，司马睿刚登基的时候搞了一个盛大的庆典，想秀一下肌肉，结果场面极其冷清，除了跟他一起南渡的北方老乡，南方大族一个都没来捧场。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董事长宣布公司成立，结果台下坐的全是自己家的亲戚，股东和高管一个都没来。司马睿急得满头大汗，几乎下不来台。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出场了，姓王，叫王导，琅琊王氏的领袖，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那场新廷对气中唯一保持清醒的男人。王导是东晋王朝真正的首席执行官，他看透了司马睿的困境，也看透了南方政治的本质。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却又无比高明的政治行为艺术。在庆典上，他亲自走到司马睿的龙椅旁，请求皇帝让他也坐上去。司马睿当时就懵了，自古以来哪有臣子和皇帝平起平坐的道理？但王导坚持，司马睿没办法，只好让太监在龙椅旁边又加了一个座位。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东晋王朝的第一次开国大典上，文武百官朝拜的不是一个皇帝，而是两个人，司马睿和王导。这就是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最直观的、充满画面感的由来。在现代政治学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君臣和谐的佳话，这是一场极其精明的政治交易，一次皇权与门阀的股份制重组。王导通过这个行为，向全天下的士族，尤其是南方的本土豪强，传递了几个清晰的，但是政治上的稳定无法抚平精神上的创伤。那是一种更深沉的，名为乡愁的集体病症。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著名的场景，新廷对齐。镜头聚焦在建康城外长江边上的一座小亭子，一群刚刚在朝堂上站稳脚跟的北方高官，在休沐日相约来此饮宴。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活了下来，并且在异乡重新获得了地位和财富，但他们并不快乐。亭子外是江南明媚的春光，江风温暖，草长莺飞，风景如画。但正是这片美丽的风景刺痛了他们。首先当然是乡愁对洛阳的牡丹，对黄河的落日，对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童年记忆的深沉的思念。但更深层次的，也是一种自我放逐后的迷茫和软弱。他们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精英，按照儒家的标准，他们本该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土沦丧时，他们本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逃跑。他们用保存文明火种这个宏大的理由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怯懦。但当他们真的安全了，当他们在江南的暖风中喝着美酒，看着美景时，那种被压抑已久的愧疚感和无能为力的耻辱感，终于伴随着酒精一起涌了上来。他们哭的不仅仅是失去的故乡，他们哭的更是那个再也找不回来的曾经强大而自信的自己。王导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醒，也更残酷。他知道沉溺于乡愁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
对于他们这群幸存者来说，唯一的出路不是回头看，而是向前走，是把这份乡愁转化为一种责任，是把这片陌生的江南当成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辛婷的眼泪最终被长江的风吹干了。苦果之后，这群南渡的士人开始慢慢接受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是流亡者，但他们也是奠基人。他们开始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笨拙却又顽强地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的朝廷，也重建他们那个破碎的关于华夏的梦想。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战乱和纷争，他们带来的那些书籍、那些艺术、那些中原的口音和风俗，将与南方本土的文化发生剧烈的碰撞与融合。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深刻的文化变革即将在长江两岸拉开序幕。这场变革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们必须把目光从那些沉重的政治博弈和撕心裂肺的乡愁中暂时移开，因为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最深重的苦难往往也能催生出最灿烂的文明之花。衣冠南渡对当时的个体而言是一场颠沛流离的悲剧，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到几百年的维度，你会发现这场大迁徙无意中也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涅槃。它像一把巨大的铁犁，强行离开了中国南北之间那道坚冰般的文化壁垒，让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基因得以碰撞交融，并最终孕育出一个全新的、更具韧性也更富魅力的文化共同体。在此之前，所谓的华夏文明基本上等同于北方文明，它的精神内核是建立在黄土地之上的，以儒家为主导的强调秩序、集体和家国情怀的文化体系。它的气质是刚健质朴，甚至有些刻板的。而长江以南，在那些中原大儒的眼中，一直是一片蛮夷之地。这里的文化是楚越文化的延伸，精神内核充满了道家的逍遥、巫术的神秘和个人的感性。它的气质是浪漫、细腻，甚至有些颓废的。你可以想象，当一群满口子曰诗云的北方儒生被迫逃到一片到处是瘴气和说着鸟语的南方时，那种文化上的休克是何等剧烈。但正是这种休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场景，镜头聚焦在东晋的都城建康郊外，一个叫会稽山阴的地方。这里有茂林修竹，有清流激湍，一群南渡的北方名士和一些本地的江南才俊正席地而坐，玩着一种叫曲水流觞的游戏。他们不再像在北方时那样正襟危坐，谈论着经国大业。他们模仿着南方人的闲适，把酒杯放在漂浮于溪水之上的荷叶上，任其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即兴赋诗一首，否则罚酒3杯。空气中弥漫着酒香、草木的清香和一种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自由而微醺的气息。就在这场看似玩乐的聚会中，诞生了中国书法史上乃至整个文化史上的一座巅峰——《兰亭集序》。执笔者是那位我们熟悉的书圣王羲之。让我们把镜头给到王羲之那张微醺的、带着一丝怅惘的脸。他写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故之以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俯仰之间就是一生。有的人喜欢在室内悟谈人生，有的人则寄托于山水，放浪形骸。我忽然明白了，把生和死等同起来是多么虚妄，把长寿和短命看作一样是多么荒唐。这段话如果放在汉代，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它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感伤和对儒家那种立德、立功、立言不朽追求的怀疑。但这正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亲眼目睹了北方那个强大帝国的瞬间崩塌，亲眼看到了无数亲友的死亡，那种人生无常，譬如朝露的幻灭感，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底色。
他们无法再像祖辈那样去宏大的叙述家国天下，只能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关注个体生命那转瞬即逝，却又无比真实的悲心交集。《兰亭集序》就是这种南北文化融合的完美结晶。它既有北方书法那种刚健的法度、森严的结构，又融入了南方山水那种灵动的自由变化的韵律。它的内容既有北方士人那种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考，又充满了南方文化中那种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它不再仅仅是书法，它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一群最优秀的灵魂，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剧痛之后，对生命本身所发出的一次最深刻也最华美的咏叹。从王羲之开始，中国的艺术不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它第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表现自我的载体。现在让我们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宏观历史假设：如果没有衣冠南渡，华夏文明会怎样？我们不妨看一看地球的另一端那个与大汉、大晋几乎同时代的伟大文明——罗马帝国。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北方来的蛮族日耳曼人灭亡后，发生了什么？古罗马的语言拉丁语死亡了，变成了各种地方方言。古罗马的法律、哲学、艺术被彻底摧毁，欧洲从此进入了长达1000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古罗马文明在蛮族的入侵中断代了。那么，为什么几乎遭遇了同样命运的华夏文明却没有断代？答案就在那辆颠簸在南渡路上的破旧书籍里。因为当北方陷入火海时，这群看似软弱的士人用一种近乎本能的自觉，把整个文明的基因库打包带走了。他们带走了经史子集，那是文明的记忆和骨架；他们带走了书法绘画，那是文明的审美和气质；他们带走了礼仪制度，那是文明的秩序和脸面。他们在江南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偏安的朝廷，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文明的辈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辈分，当中原大地在经历了长达300年的黑暗与混战之后，当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再次出现时，他才能迅速地从江南这里找回那些失落的文化密码，完成文明的重建与复兴。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衣冠南渡，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民族灾难，它更像是一次残酷的却又至关重要的南迁。它让华夏文明第一次学会了2条腿走路：北方的刚健与南方的柔美，北方的现实与南方的玄远，北方的集体主义与南方的个人主义。这些看似对立的元素，在这场大迁徙之后，开始被编织进同一个文明的基因序列里。从此，中国的文化版图不再是单调的黄土高原，它有了杏花春雨的江南，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情怀，有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意。那辆牛车，它不仅仅是逃离了北方的战火，它更是为整个华夏文明寻找到了一片可以躲避严冬的温暖湿润的桃花源。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最后一次拉回到那条奔流不息的长江之上。一个旧的时代在江北沉没了，而一个新的时代在江南的烟雨中正缓缓拉开序幕。我们飞越过那些烟雨蒙蒙的亭台楼阁，飞越过那条奔流不息的长江，我们的视线再次覆盖整个神州大地。你会看到一幅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在北方，长达300年的混战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与毁灭。匈奴、鲜卑、羯、羌那些曾经的蛮族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短暂而血腥的政权。但同时你也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些被迫留在北方的汉人，为了生存开始与新的统治者合作、通婚、融合；而那些入主中原的胡人，为了更好地统治这片土地，也开始主动地学习汉人的语言、文字、制度和礼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鲜卑人脱下胡服，穿上汉袍，说着鲜卑语的贵族开始用洛阳的口音吟诵《诗经》。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却又无比深刻的大融合时代。胡人的血液里注入了汉人的文化基因，而汉人的文化里也融入了
草原民族那种刚健质朴的生命力。而在南方那个由衣冠建立起来的偏安王朝，也并非世外桃源。他经历了内乱，经历了权臣的篡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北伐的失败，但他守住了。他像一个尽职的却又有些孱弱的图书管理员，在那300年的风雨飘摇中，小心翼翼地守护住了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典籍与精神。最终，当历史的指针拨向公元589年，隋朝开皇9年，一艘来自北方的战船再次渡过了长江，但这一次，它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统一。一个新的、强大的，并且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的中华帝国，隋唐就此诞生了。当我们今天回头再看那场惨烈的衣冠南渡时，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更宏大的结论：一个文明真正的韧性，或许并不在于它的城墙有多高，它的军队有多强，而在于承载它的那些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遭遇何种苦难，都始终记得自己的衣冠，记得自己的来处。他们记得祖先的牌位，记得书本里的文字，记得那种不可磨灭的名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正是这份记忆，让华夏文明在经历了几乎灭顶的灾难之后，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崩塌断代，而是以一种更强大、更多元的姿态浴火重生。我们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波涛早已平息，当年的金戈铁马也化作了渔樵闲话，那辆装满书籍的牛车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但它所承载的那份对文明的守护和对未来的希望，却像一颗种子，早已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夜已经很深了，此刻请放下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放下你生活中所有的重担，让我们把意识最后一次带回到那条宁静的流淌在月光下的长江。想象你正躺在一艘缓缓摇曳的小船上，那艘船在经历了一整天的风浪之后，终于驶入了一个宁静的没有波涛的港湾。江水轻轻拍打船舷的声音，哗啦哗啦，那是有节奏的，温柔的，仿佛来自母亲心跳的摇篮曲。它正在一点一点地抚平你紧锁的眉头，放松你紧绷的肩膀。江上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它像一层柔软的、温暖的薄纱笼罩着你，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喧嚣和纷扰。远处岸边的渔火像一颗颗遥远的星星，在黑暗中为你守候。你很安全，你很平静，你不需要再向前航行了，你已经到家了。现在把一切都交给这条温柔的长河吧，它将承载着你的梦，飘向那片没有纷争、没有忧虑的甜美的宁静之乡。晚安，睡个好觉。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世界面临崩塌，你愿意成为那个用牛车拉着无用书籍奔赴未知南方的人吗？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